从来没见过这么有才华的女人。为了养兔子赚钱，竟然给兔子们修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主题乐园。清晨的山谷中虽然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但是丝毫不能抵挡小慧的创业热情。看着自己打下的这片江山，小慧的心中便充满了无穷的斗志。别说是下雨了，就算是下刀子，她也不会丝毫退缩。因为女人别的不多，就是力气多。沉重的锄头在她充满爆发力的手臂下抡得飞起，坚硬的泥土在她的面前犹如松散的泥沙。早已实现肉蛋自由的她，已经不再满足于安稳的现状。为了早日完成从农民到资本家的转变，小慧决定开发一个新的致富项目——养兔。而她正在努力开垦的这片荒地，就是未来的养殖场。因为相对于其他畜牧业，养殖兔子的投入成本相对较低，很适合目前正一穷二白的小慧。同时，兔子的繁殖能力是出了名的强，每年可产崽5到6胎，每胎可产崽5到10只，生育速度快，繁殖周期短。将养殖场的地基挖好了后，就可以给兔子们打洞了。因为兔子是穴居动物，所以兔子窝必须要搭在土洞里。大窝的土洞也不需要挖得太大，只要能放下一个直径20公分的球体就差不多了。再加上兔子怕热厌潮，兔子洞还需要注意与地面至少保持10公分以上的高度。为了防止兔子们打架，还要给它们多安排上单间才行。于是这样的土洞，小慧一共挖了4个。因为前期她只打算喂养2公2母4只兔子。兔子窝挖好了后，小慧又用厚重的木板将洞口周围满目疮痍的泥土全部拍打平整。因为作为荒野建造界的最强女王，她家的兔子也必须要住在这么有品位的地方才行。接着，女人又扛来一些上次没用完的木材，并用凿子在这些木材上加工出简单的榫卯结构，然后将它们组装成2矮1高的3个 T 字形木架。木架的上面则用木板将它们两相连，并成一个整体，这样便得到了一个兔舍的整体框架。接着，女人又用竹篾编织出了2个长方形的竹垫，并将这2个竹垫分别铺到兔舍屋顶框架上。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只见女人又用脚踩了一些黄泥巴，为了增加泥巴的强度，她还特意在泥巴里混入了一堆干稻草。然后用烧鸡将这些泥巴运到兔舍边，再将其覆盖到铺好防水塑料膜的兔舍屋顶上，并用手抹平。泥巴的厚度不能太厚，太厚了会导致重量超标，从而压垮兔舍。当然也不能太薄，太薄了不但容易开裂，还起不到保温隔热的效果。因此，只需要控制在2公分左右的厚度即可。再给兔舍的屋顶做了一个漂亮的屋檐后，兔舍不靠墙的另一面也不能忘了用泥巴全部封起来，这样才能将防风保暖做到极致。接下来，小慧又用厚厚的木板将它们相隔一定的间隙钉在兔舍里做地板。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可以防潮隔湿，还可以使兔子的粪便漏下去，从而保证兔舍的卫生和干净。因为兔子可是出了名的爱洁癖。最后再用木板将兔舍的正面封起来，木板之间还需要间隔一定的宽度，才能保证兔舍的通风和采光。当然，出口也要提前预留好，这样今天的工作就可以结束了。今天一大早，小慧就开始忙活起来了。昨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兔舍只修好了一半。为了早日实现财富自由，所以今天无论怎样也得要把兔舍修好。只见他先用木板将兔舍的顶部封了起来，这样不仅美观漂亮，还能对兔舍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接着他又用铁钉和木板做了一个简易的圆规，然后在地上画了一大一小的2个同心圆。接下来就可以用铲子将2个同心圆间隔部分的泥土铲掉，再用锄头精修一下，便得到了一个20公分深的圆形沟渠。接着小慧又背着竹篓来到小溪边铲了一些免费的沙石，并将它们倾倒在圆形沟渠里，再用锄头摊平。然后他又在圆形沟渠的4个方向分别放置一个中通的竹筒，接着用泥土将4根竹筒预埋在下面，再用木棒将4个土堆敲打平整，形成4个链接两岸的水坝。随后女人又扛来了一些竹竿，并将它们加工成半米高、1指宽的细长竹片。只要将竹片的底部用柴刀削尖，就可以将它们用木棒敲打进土里。原来小慧是要用这些竹片制作一个跟鱼塘花园一样的简易篱笆，而篱笆的范围刚好形成了一个水滴形的椭圆，并将中间的圆形沟渠和兔舍完美的包围起来。接下来只需要用2根竹片将篱笆的上下2端夹住，再用铁丝绑紧固定好，这样便得到了一道美观而又结实的篱笆。既然叫主题乐园，又怎么能少得了花花草草呢？这棵幼小的棕榈树便是这个兔子主题乐园的点睛之笔。随后小慧又来到山坡上挖了一些翠绿的草皮，一部分的草皮被小慧铺到了花园的中心小岛上，另一部分的草皮则被她铺到了兔舍屋顶的泥层上，这样到了下雨天就不用担心这些泥土会被雨水冲走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像霍比特人居住的梦幻小屋呀？铺完草皮，女人又用竹篓背来了一些奇石，并将这些漂亮的石头摆放到中心圆岛的草皮上，这样营造出来的环境不仅更加接近于大自然，而且还能把草皮压实，以免被兔子们破坏掉。接下来，小慧又将2根竹竿加工成了中通的水管，并将其一端与山上的自来水管相连，另一端则直通兔子主题乐园。心灵手巧的她还用竹片与木棍做了一个迷你水车，2根铁钉变成了水车结实耐磨的横轴，再把迷你水车安装到支架上，只要打开水闸，迷你水车就能在水流的冲击下完美的运转了。再从鱼塘里捞几条观赏鱼放养到圆形水池中给兔子们作伴，一个豪华的兔子主题乐园便打造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将买来的兔子们转移到他们的新家了。面对着漂亮而又陌生的新环境，兔子们显得异常兴奋。小慧又拿来了一些胡萝卜喂养它们。等它们稍微适应了一下新环境，小慧便将它们赶到兔舍里，让它们自己挑窝。相信用不了多久，它们就能给农场带来可观的效益。照顾好了兔子后，另一边的鸡舍也传来了好消息，原来的土鸡蛋终于被鸡妈妈孵化出小鸡仔了。小慧赶快将它们从产房里转移到地面，与鸡妈妈待在一起。为了奖励辛苦的鸡妈妈，今天的饲料也从粗糙的谷物换成了精致的大米。而新生命的出现，也意味着小慧的农庄正式走上了正轨，真是未来可期啊！美好的农场生活自然得从喂鸡喂鸭开始。很多人跑到乡下都买不到的土鸡土鸭，在小慧这里，她表示自己一个人压根就吃不完。对于昨天孵化出大批小鸡仔的鸡妈妈，自然得要单开小灶，区别对待。精致的大米就是对这位英雄母亲的最高奖励。而昨天才入住农场的4只兔子也正在努力地适应着新生活。看到兔子们的胃口还不错，小慧也就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伺候完小动物们，还得打理一下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只不过用这么长的竹筒来装水浇花，不仅累人，还很费时。等以后攒到钱了，一定要买个专业的洒水壶才行。好在小慧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还不用上班，所以浪费的这点时间对她来说也压根不算什么。现在小慧的农场也基本走上正轨了，所以今天她也终于有时间给自己空荡荡的客厅做一套桌椅了。而制作桌椅的主要材料，小慧也早就物色好了，就是别墅前面山坡上的这棵百年老树桩。这棵巨树的主干部分已经被人伐走卖钱了，只留下一棵磨盘大小的老树桩在这里生根发芽。新长出来的小树苗证明着这棵老树桩依旧生命旺盛，还没有腐烂。小慧先用柴刀将这些枝枝叶叶全部清理干净，再用锄头将老树桩根部的泥土挖开，露出球根盘结的树根。接下来只需要用锯子将这些粗壮的树根全部锯断就可以了。为了方便后期将树桩磨出来，小慧还特意在每根树根上都锯断了一个10公分的缺口，所以这看似多余的一步，实则充满了实践的智慧。等到所有的树根都完全锯断后，小慧便使出9牛2虎之力，将这棵沉重的百年老树桩一步一步地挪走，并从山坡上挪到农场里，然后用镐子和柴刀把老树桩的树皮初步清理掉，再挪到院子里进行精修。面对这棵坚硬的老木头，小慧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各种工具轮番上阵，将其粗糙的表面一点一点地修理平整。就连桌底的犄角旮旯，小慧也不放过，因为树桩的外表清理得越干净，这个桌子的使用寿命才会越长久。老树桩修整好了后，小慧又扛来了3根巨型木头做椅子，量好尺寸，先锯掉多余的部分，然后用柴刀削去粗糙的树皮，再用各种工具将椅子的靠背修整出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完美弧形。从这一步就能看出小慧的真实水平有多高，因为光靠蛮力是做不出来的。将这些桌椅的轮廓修整好了后，小慧便取来了一片砂纸，开始对这些家具进行打磨处理。因为只有光滑的外表才能配得上小慧这颗细腻的心。只不过这种纯手工的打磨方式确实很消耗体力，就算是小慧这强壮如水牛般的体质，也大感吃不消。看来今晚至少得干上5碗饭才能补回来。趁着太阳还没下山，小慧紧接着又取来了一桶自制的油漆，开始给这几个新家具上油漆。通过往木赖油里面混入一些天然的黄色染料，便得到了这种跟她衣服颜色一样的屎黄色油漆。好不好看咱不知道，不过纯天然，零甲醛的绿色健康是真的。这样的油漆，小慧一共刷了3遍。有了这层油漆的保护，以后就再也不怕湿气的腐蚀和蛀虫的破坏了。等到油漆晒干了，就可以将这套茶桌椅挪到别墅1楼的客厅里了。而空荡荡的客厅有了这套豪华家具的加持，也瞬间变得蓬荜生辉，拉高了几个档次。摆放好桌椅，早就累得满头大汗的小慧立马端来了一套茶具，再给自己沏上一杯清香的花茶，一口干了。不知道老铁们觉得这种原始风味的硬核家具怎么样？快把你的感受打在评论区吧！从来没见过这么野心勃勃的女人，一个人独居深山建农场，不仅为了几10只鸡鸭挖了一口大鱼塘，还养了一窝兔子。但是这些对于女人来说依旧还是远远不够，因为她听说在老家饲养大鹅的表哥去年小赚了一笔，于是她前2天特意回了趟老家，跟表哥讨要了几只大黑鹅，准备来饲养。而表哥也是知道小慧自从离婚以后，便一个人独居在大山里特别不容易，于是心疼表妹的他不仅送了几只大黑鹅，还额外赞助了一堆木料来帮助小慧建造楼棚。虽然这些木料已经提前加工好了，但是在小慧的眼里依然不够完美，因为在她的字典里就没有将就这2个字。于是她又花了1个小时，将这些木料的表面用刨子刮得跟镜子一样平整，才肯罢休。有了这些加工好的木料，鹅棚的搭建就变得简单轻松多了。而小慧也将采用跟搭建鸡窝鸭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建造鹅棚。只见她先将3根作为承重柱的木料平放到地上，然后用1块木板将这3根承重柱钉在一起，形成一个山字形的框架。而这样的框架，小慧一共做了2个。为了方便鹅棚接下来的拼装，小慧又在地上插了几根木棍作为支撑，并将山字形的框架用树藤固定在木棍上。接下来就可以用木板将前后2个山字形框架钉成一个整体了。有了一个稳定的整体框架后，就可以将作为支撑的木棍先拔掉，然后给鹅棚铺设地板了。
地板与地板之间也要注意间隔1个手指宽的缝隙，才能方便打扫卫生。地板铺设好了后，下一步就可以用木板将鹅棚框架的四周全部封起来。为了保证鹅棚里面的采光和通风，上下层的木板之间还需要预留2指宽的间隙才行。而围栏的高度也不需要太高，有个1米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把中间2个承重柱多余的部分锯掉，再把正面围栏的底部锯开1个口子，作为大狼们的出入口。接下来只需要用木板将笼子的顶部封好就可以了。鹅棚的笼子部分做好了后，下一步就可以做雨棚了。只见小慧先用锯子将后面2个承重柱的顶端各锯短了10公分，然后将4根承重柱的顶部都加工成了一个向后倾斜10度角的楔形。接着把2块大木板钉到承重柱上，便得到了一个前高后低的雨棚框架。然后根据雨棚的宽度锯一些合适长度的竹竿，并用铁钉将它们钉到雨棚的木板上。为了节省铁钉的使用，与竹竿垂直方向的竹片，小慧则选择用一些自制的竹绳来将它们牢牢地捆绑住。毕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雨棚框架制作好了后，小慧又拖来了一些宽大的棕榈叶。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棕榈叶，小慧还用双手将它们从中间撕成了2半。接下来只需要将这些棕榈叶按照从低到高、从左到右的顺序，层叠交错地捆绑到雨棚框架的竹片上即可。不过这一步对于经验丰富的小慧来说，简直就是手拿把掐，手到擒来。幸亏有了表哥赞助的这些木料，不然小慧还得辛苦地加工竹子来搭建鹅棚。原来需要2-3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大半天时间就轻松搞定了。鹅棚搭建好了后，就可以将从表哥家带过来的几只大黑鹅关进笼子里。这种当地特有的黑鹅长得还真像个鸭子，不过喂养起来也很简单，鸭子们吃啥，它们就跟着吃啥。至此，小慧的农场里便又多了一种家禽。接下来，老铁们还希望小慧再喂养点啥呢？始终坚信勤劳可以致富的小慧，一大早起来就准备干活了。自从上一集有粉丝宝宝建议农场里面还可以养几头猪，他便一直把这个建议牢牢地记在心里。不过养猪可不能像养鸡养鸭那样简单放养就行了，圈养的猪除了每天的食量非常大，而且还必须要单独喂煮熟的猪食给它们吃才行，那可不是随便喂点烂菜叶子就能打发的。由于小慧厨房里的土灶实在是太小了，完全满足不了制作猪食的需求，所以今天他决定在厨房旁边的空地上再开挖一个新的地基，用来建造煮猪食的大型土灶。只有先将猪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才能将小猪仔们引进到农场里面来喂养。而此时的小慧也遇到了新的麻烦，因为这里遗留了一根粗大的树根，阻碍了地基的挖掘。小慧只能先用锄头将树桩下面的泥土挖进，然后用手锯将裸露出来的树根全部锯断，最后再使出洪荒之力将树桩连根推倒，滚到另一边的空地上，防止碍事。就凭这股子牛劲，能让多少大老爷们都感觉自愧不如。清理掉碍事的树桩后，小慧便利用锄头借助着山坡的地形开挖出了一个1米高的土台。接下来他便用洛阳铲在土台的底部开挖了一个深达半米、直径达30公分的大型灶眼，然后又爬到土台上面，用铲子把灶眼底部垂直部分的泥土凿穿，使之成为一个 L 型的连通空间。而这样的大型灶眼，小慧一共挖了2个，这样才能满足农场日益渐增的发展需求。接下来便用木棍将灶膛和灶孔表层的泥土敲打平整，使之更加结实。而漏斗型的灶孔设计更是能够让各种规格尺寸的厨具都能保持稳定。灶台的排烟口则挖在灶孔后面10公分的位置，挖好后同样需要用铲子将烟道里面的泥土敲紧实，最后再用厚重的木板将整个灶台的表面敲打平整。这样一个寓意着天圆地方的东方古典灶台就完成了。接着小慧又用铲子在灶台的2侧各修了一个简易的台阶，而这2个台阶的作用则是为了方便以后养猪使用的。修好了台阶，小慧又用水把灶台的表面全部弄湿，并用手将泥层表面泡发的泥浆涂抹均匀，使其平整的像一面镜子。这样装修过后的灶台，大家觉得像不像皇帝的宝座呀？而下一步就是给灶台搭建雨棚了。只见小慧先用洛阳铲在地上挖了几个半米深的基坑，然后扛来一些粗壮的树干，将其锯成合适的长度。树干的顶部还用柴刀加工出了简单的榫卯结构。接着便使用牛劲将这些粗壮的树干埋到基坑里面做承重柱，而顶部的承重梁则需要爬上去才能安装好。接下来便将挖出来的泥土回填进基坑里，并用木棍将这些泥土使进夯实即可。而后面承重梁的安装则变得轻松得多了。到了这里就可以搭建雨棚框架了。只见小慧先用长长的竹竿，以每根间隔半米的距离，将它们均匀地铺放到承重梁上，接着用自制的竹绳将竹竿和承重梁捆绑结实，再把3指宽的竹片与竹竿垂直相交，每一个交汇处同样用竹绳绑好捆紧，形成一个结实的井字形框架。不过在这里劝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小慧这种不带任何防护措施就进行高空作业的危险行为。雨棚的框架做好了后，小慧又拖来了一大堆的棕榈叶，并按照国际惯例将它们从中间撕开，一分为2。接下来只需要再花上1个小时，将这些棕榈叶按照一定的顺序捆扎到雨棚框架上就可以了。这一步对于经验丰富的他来说，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虽然这个雨棚的搭建手法看似十分简单，但实则非常坚固牢靠。就算是遇到大暴雨，也能确保里面滴水不漏。等一切都准备就绪，最后一步便可以点火制灶了。只见小慧先扛来一些干透了的木材，并将它们塞满了2个灶眼，
接着取来火把，将灶眼里的木材引燃。未干透的灶膛在高温的炙烤下将变得更加坚固。看着高达几米的熊熊烈火，小慧表示非常满意。不知道这样的土灶有没有勾起老铁们的童年回忆呢？今天真是个好日子，独居深山的女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生日，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30大寿。是的，你没听错，这个看起来像40岁的女人实际才30岁。趁着给鸡鸭们喂食的时间，小慧也在仔细的挑选，看看哪个幸运的宠儿今天能被端到自己的餐桌上。喂完鸡鸭，小慧又打起了这根老树桩的主意。自从上次把这块木头疙瘩挖出来后，她便一直在想着如何好好的利用它。仔细的端详一番后，小慧便开始动手了。只见她先用锯子在树干中间的位置往下锯断了3/4的深度，接着用斧子将树干的上半部分砍去，使其变成一个巨大的 L 型。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猜出来小慧要把这块木头做成什么了吧？没错，就是一把原木椅子。接下来，她又用柴刀将树桩表面残留的树皮清理干净，而树桩底部残留的树根自然也要削平对齐，以保证美观。最后再刷上3遍自制的屎黄色木蜡油，一个结实而又质朴的原木椅子便做好了。真是一传3代，人走也太在。做完椅子，小慧又来到山上砍取了一些新鲜的棕榈叶和芭蕉叶，并将它们带回到别墅清洗干净。不得不说，这免费的山泉水就是好用，不但能淘米洗菜，收集起来的泉水还能通过暗渠流到鱼塘里面去，从而保证鱼塘里面的水始终都是流动的活水。接着他又淘洗了一大锅的糯米，等到糯米被山泉水泡发了半个小时后，他便开始制作今天生日宴的第一道美食了。相信咱们中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小慧是要用这些糯米来包粽子。只见他用2片修剪过后的棕榈叶做容器，接着往上面倒上半碗糯米，然后加上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放到糯米上，再用小半碗糯米将肉片覆盖住，最后将中间的糯米团包裹起来，并用草绳捆绑结实，这样一个长方形的五花肉粽便包好了。除了长方形的肉粽，他还用其他的树叶包了一些我们中国常见的锥形肉粽和正方形的肉粽，虽然都是一样的用料，可能小慧也顺便想验证一下到底哪种包法才能使粽子的口感达到最佳吧。由于煮熟的粽子可以长时间保存，所以小慧一共包了10多个大肉粽。接下来便将它们全部放进大铁锅里，再装上小半锅的山泉水，就可以端到新打的灶台上去蒸煮了。小慧还顺便体验了一下自己的专属烧火宝座，感觉确实不错，不然蹲着烧火可累人了。趁着煮肉粽的时间，小慧又开始准备生日宴的第2道美食了。只见她先烧了一锅开水，接着又在鸡圈里挑了一只还没下蛋的土鸡，用开水将土鸡处理干净后，就可以端到楼上的厨房，用这个小灶蒸煮了。看来第2道菜应该是要做成白切鸡的。随后，小慧又包了一些新鲜的香蕉花，并将其放到鸡汤里面去提鲜。趁着煮鸡肉的空隙，时间管理大师又开始制作今天的第3道美食了，那就是炭烤羊排。将腌制好的新鲜羊排用竹片夹紧，再架到炭火上烤至2面金黄即可。此时锅里的五花肉粽也刚好煮熟了，将它们取出来放到盘子里就可以上桌了。不过作为荒野建造界的最强女王，她的追求可不仅仅只是填饱肚子而已。这束巨大的鲜花便是小慧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在鲜花的衬托下，在美食的陪伴中，今天的生日，小慧表示过得非常满意，因为这是她一生中度过的最开心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即使没有男人，那也要好好的爱自己，哪怕孤独余生，那也要活得精致漂亮。清风和煦，阳光明媚，今天又是个晴朗的好天气。简单的早餐过后，勤劳的小慧又要开始干活了。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接下来准备饲养小猪的小慧来说，光建造一个大型灶台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煮猪食的过程中会消耗掉大量的柴火，所以她还要先搭建一个简单的柴火储蓄棚才行。有了柴火储蓄棚，一来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去野外找柴火，二来可以将干燥易燃的柴火与灶台分隔开来，从而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火患。将柴火储蓄棚的地基平整好了后，小慧又在地基的4周挖好了排水沟，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储蓄盘。在储蓄棚地基的4个角上分别打上1个半米深的基坑，棚里的柴火不会被雨水泡湿。接下来就可以用洛阳铲。为了提高使用年限，柴火储蓄棚的承重柱，小慧打算使用这种粗壮的树干来制作。先用锯子和柴刀将树干的顶端加工出一个简单的榫卯结构，然后将4根承重柱放进提前挖好的基坑里，再将承重梁安装到承重柱上。精细的榫卯结构能够让2者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最后将泥土回填进基坑里，再用木棍使劲夯实，便能得到一个稳定而又坚固的框架。下一步就可以制作女工的框架了。小慧先将从中间1分为2的半面竹竿，按照每隔半米的距离均匀地铺放到承重梁上，再用3指宽的竹片与之垂直相交，而2者的交汇之处则用自制的竹绳将其牢牢地绑紧，从而形成一个简易而又稳固的井字形框架。而雨棚的搭建自然少不了这种轻便好用的棕榈叶，用手将其从中间撕开，分成2半，这样才能使其利用最大化。最后将这些棕榈叶按照从低到高、从左到右的顺序层叠交错地绑到井字形框架上即可。有了雨棚的保护，
就再也不怕下面的柴火会被雨水打湿了。而这么小面积的雨棚，对于轻车熟路的小慧来说，只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全部搞定。然而在雨棚的正式使用之前，还需要在雨棚的4个角落边上各放置一个20公分高的木桩，并用2根粗壮的圆木架到木桩上面，作为放置柴火的合力支撑架，这样才能保护柴火不被湿气和蛀虫破坏。接下来，小慧便准备上山搜集柴火了。只见她先用柴刀将这些粗壮的树干肢解成方便运输的小段，然后用树藤把这些干枯的树干捆绑好，再扛到肩上运回去。虽然这些木头没有未脱水的新鲜树干重，但是把这么多打包到一起，分量也绝对不是一般的轻。只见她就这样来来回回运了10多趟，才把附近可用的木材全部背了回来。相信这么多的柴火足够她用上很长一段时间了。简单的休息过后，小慧又要接着忙活了。因为前几天搭建的鸭舍还没有用篱笆围起来，导致旱鸭子和白鸭子在一起试试的时候经常打架，所以今天小慧还要用竹子再制作2道篱笆，将旱鸭子和白鸭子分开来喂食。而篱笆的制作也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将竹子加工成合适长度的竹篾，然后用这些竹篾编织成2个长方形的巨型竹垫就可以了。接着用巨型竹垫将鸭舍围起来，然后用插进泥土里的竹片将巨型竹垫的2边固定住，再把出入口的小门安装好就可以了。而就在此时，在外觅食的鸭子大军们也准时准点的回来了。小慧立马端来2盆稻谷给他们加餐，看来这篱笆的效果还不错。有了篱笆的分隔，这2伙鸭子终于不会再因为抢食而打架，而劳累了一天的小慧也可以放心的回去休息了。清早起来的小慧便站在别墅的2楼上审视着自己的庄园，看着自己白手起家打下来的这片江山，她的心里充满了无限自豪。不过对于强迫症的她来说，还是发现了一处不顺眼的地方。原来别墅对面的小山坡上还残留着一棵巨大的百年老树桩，如果把它连根挖出来，不但耗时耗力不讨好，还会留下一个巨坑，从而更加影响美观。而聪明的小慧则打算另辟蹊径，只见她先用锯子将树桩顶部残留的树干锯干净，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平台，然后背来一些表哥上次赞助还没用完的木料，再用刨子将木料的表面挖得更加平整。这一步对于普通人来说完全是多此一举的行为，但是在高要求、高标准的小慧这里却行不通，因为在她的眼里可是容不下半点瑕疵的。好在她的动作非常熟练且麻利，只花了短短几10分钟就将这些木料全都处理好了。接着他便用铁钉在百年老树桩上种了2块厚厚的木板，使之成为一个结实而又坚固的基座，然后将3块加工好的薄木板钉到此基座上，使之成为一个宽大的平台。平台的边缘部分则用炭笔画出一道直线标记，再用锯子沿着此标记将平台参差不齐的边缘锯成一道完美的直线，这样便得到了一个规则的长方形木板底座。接下来小慧又取来一个大桶粗的竹筒，并将其倒扣在一块木板上，然后用炭笔沿着竹筒的边缘在木板上画出一道完美的扇形弧线。而这样的弧线小慧一共画了6个，接着便用凿子将弧线内部的木板凿穿，再用柴刀将缺口部位修理平整，使之成为一个类似于城门洞口的完美凹槽。接下来便将做好洞口的木板放到树桩底座上，并用另外3块木板与其钉成一个长方体的盒子，而盒子的内部也要用小木板进行隔断，并使每一个洞口都能对应一个独立的单间。等盒子里面的单间都做好了后，就可以用木板对其进行封顶。接着小慧又依法炮制地制作了第2个盒子，而这个盒子明显小了很多，并且只有4个洞口，将这一大一小的2个盒子叠放在一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像天安门的城门楼子啊？接下来小慧又用2块木板架成一个巨大的V字形，并将其钉在盒子的上方，使之形成一个漂亮的屋顶。至此，一个美观且漂亮、豪华又大气的鸽子公寓就做好了。由于这些昂贵的木料对于小慧来说实在是太珍惜了，所以为了提高鸽子公寓的使用寿命，小慧还要继续为鸽子公寓建造一座雨棚才行。有了雨棚的保护，鸽子公寓才能免受风吹雨打、雨淋日晒。只见他先在树桩的周围用洛阳铲挖了4个半米深的基坑，然后埋入4根粗壮而又结实的树干作为雨棚的承重柱，再爬到平台上将2根承重梁安装好。下一步就可以搭建雨棚框架了。用卷尺量出雨棚的宽度，再将竹竿均匀地铺放到承重梁上，用自制的竹绳绑好，然后用竹片与之垂直相交，并绑成一个井字形的竹制框架，最后将宽大的棕榈叶绑到竹制框架上即可。这时天空中也下起了蒙蒙的小雨，幸好小慧的动作十分的熟练，手脚也足够的麻利，终于在全身淋湿之前将鸽子公寓的雨棚搭建好了。等雨停了后，小慧便将从集市上买来的肉鸽放到公寓平台上，让其自行挑选豪华包间。至此，小慧的农场里便又多了一种小动物了，不知道度，然后锯一些等长的竹竿，用柴刀劈成2半。有没有老铁统计过？到现在为止，小慧的农场里一共喂养了多少种小动物？快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吧。为了将农场早日改造成自己梦想中的世外桃源，勤劳的小慧又要开始她新的改造计划。只见她先用洛阳铲在兔子主题乐园的4周各打上一个半米深的基坑，然后背来4块厚重的木板，并用炭笔在木板上做好标记。接着便用凿子在标记处开上一个方形洞口，木板的顶端也凿出一个方形凹槽，再将木板放进刚刚挖好的基坑里，
在安装承重横梁的时候，发现自己太矮够不着，他又临时用2根竹子做了一个梯子。有了梯子的帮助，他便能轻松地将承重横梁安装到位。接下来就可以回填泥土，将承重柱固定住了。最后将几根长长的竹竿均匀地铺放到横梁的上方，空中花园的基础框架就搭建好了。随后，小慧又从山里挖来了一大堆的花花草草，并用柴刀将腐烂的植物根部剁成碎泥，放到花盘里面当饲料。然后将铁丝制成的吊钩与花盘安装好，最后把绿植栽种到花盆里，再挂到空中花园的竹竿上即可。这便是女孩子独有的审美情调。在满足了物质生活后，还要愉悦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了这些花花草草的陪伴，小慧的独居生活便能再添上一笔美丽的色彩。10多盆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将空中花园填得满满当当，真不敢想象等它们的花朵全部盛开之后，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美妙画面。等所有的盆栽全部挂好了后，小慧便取来了一块面积超大的黑网纱，将其覆盖在空中花园的上面，在防晒的同时，还不影响绿植们对阳光雨水的吸收，而小兔子们也能顺便享受到这波福利。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它们也能正常出来活动。今天一大早，小慧便被喳喳叫的喜鹊叫醒了。正在她心想有什么好事发生时，果然在2楼的侧面走廊上发现了一堆昨晚刚下的新鲜鸡蛋。于是她立马趁着喂鸡喂鸭的时候来到鸡圈检查了一番。果然如她所料，农场里的母鸡们已经开始轮番下蛋了。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鸡圈里的产房明显不够用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出生潮，吃过早饭的小慧便又开始行动了。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及时解决问题。于是她决定在鸡圈侧面的空地上为鸡妈妈们单独搭建一个专门的产科医院，这样才能更好地照顾到鸡妈妈和小鸡仔们。由于地基的工程量不是很大，所以小慧3两下的就平整好了，然后用洛阳铲在合适的位置挖上半米深的基坑即可。接着扛来2根粗壮的木料，用炭笔在木料顶端做好标记后，就可以借助锯子和凿子加工出一个方形凹槽了。接下来就可以将2根粗壮的承重柱埋进刚刚挖好的基坑里了。下一步就是可以用铁钉将这些木料钉在承重柱上，制作产科医院的框架了。为了这次产科医院的搭建，小慧也是下了很大的血本，整个基础框架全部都是用这种结实的木料制作而成。由此也看得出来，小慧对鸡妈妈们有多么的上心。框架制作好了后，就可以搭建引棚了。先用自制的竹绳将8丈宽的竹片牢牢地绑在框架上，然后用细小一点的竹片与之垂直相交，绑成一个井字形的结构。最后把万能的棕榈叶绑到顶棚上面即可。这样一个既结实又牢固，还能遮风挡雨的整体框架便做好了。下一步就可以给产科医院做室内装修了。只见小慧取来一些提前加工好的木板，用铁钉将其钉在框架上，使之形成一个沙发一样的形状，并且这样的沙发，小慧一共做了上下2层。至此，整个产科医院就可以封顶大吉了。接下来就是产房和育婴室的制作了。只见小慧先用竹子加工出了大量的细薄竹篾，然后用她那高超的手艺将竹篾编织成一个漂亮的竹筐来做产房。而这样的产房，小慧一共制作了5个。接下来，她又用同样的方法编织了2个更加复杂的竹笼来做育婴室。有了新的育婴室，小慧便将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鸡仔和鸡妈妈一起转运了进去，然后把育婴室放到了产科医院的1楼，再喂上几把精致的大米犒劳一下辛苦的鸡妈妈。有了育婴室的保护，鸡妈妈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别人欺负了。接下来，小慧又给5个产房都铺上了舒适柔软的干稻草，然后将正在孵蛋的母鸡以及它们还未出生的孩子转移到舒适的新产房里。而产科医院的2楼也将作为产房专用，豪华舒适的单人间也只有正在孵蛋的鸡妈妈才有资格享用。对此，农场里的其他小动物们都眼馋坏了，纷纷表示自己也要好好努力，多多下崽，这样才能早日住上豪华舒适的单人间。